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自从被吞噬后，就彻底失去了意识，让他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是深入骨髓的痛。萧炎睁开眼后，发现自己正身处茫茫岩浆之中。等他稍微恢复清明后，药老有些微弱又苍老的声音在他心中响起，说这里是地底深处陨落心炎出生的地方。萧炎急忙在心中问药老他怎么样了。药老声音有些急促地告诉萧炎，他还能支撑一段时间。萧炎已经被陨落心炎拖到这里将近半个月了。这期间，陨落心炎一直试图炼化他体内的青莲地心火。在萧炎昏迷时，是药老一直用古灵冷火在替他防御，但消耗太大，药老也快坚持不住了。萧炎心中涌上一片慌乱，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声音干涩地问药老怎样才能逃离这里。许久之后，药老才回答萧炎，他也不知道。这里是地底深处，在这里，陨落心炎的力量几乎是源源不绝，除非他回到巅峰时期的实力，才有可能突破他的封锁。若不是有古灵冷火，萧炎早就在昏迷时就被陨落心炎烧得连渣都不剩了。萧炎握紧拳头，眼中闪烁着不甘，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去做。萧家的耻辱需要他去洗刷，失踪的父亲需要他去寻找，薰儿更是在等他成为强者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所以萧炎绝不能死在这里。感受到萧炎强烈的求生欲望，药老轻笑着说，既然如此，那我拼了这把老骨头也会为你出一分力。他告诉萧炎，古灵冷火还能坚持3天的时间，3天之后他会将仅剩的灵魂力量全部给他，随后他便会陷入沉睡，剩下的就全看萧炎自己了。萧炎眼圈泛红，低声让药老放心，自己答应了要为他炼制可以容纳灵魂的躯体，又怎么会将命丢在这里？萧炎从纳戒中将孕育了青莲地心火的莲台取出来，坐在上面修炼。看着青色莲台，药老让萧炎在他沉睡之后，要是坚持不住了，就将地灵丹服下，或许可以多扛一段时间。望着逐渐进入修炼状态的萧炎，药老沉默了许久，叹息着说，小家伙，这或许是你的一个劫难吧。我能预感到，若是你能从此处顺利逃出，必然会蜕茧化蝶，届时你将会成为真正的强者。而此时，原本因为战斗变成一片废墟的内院逐渐被整顿一新，依旧具备提升修炼速度的天坟炼气塔也是开启的。失去了萧炎的盘门，虽然一直笼罩着一层黯然的气氛，但盘门的实力却犹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，就连紫妍都宣布了加入盘门。天坟炼气塔的第8层，内院的长老们正聚集在此开会，领头处的苏谦坐在轮椅上，白发苍苍的样子显得格外的老。当初参加袭击内院的黑角域强者的来路都已经调查清楚了。苏谦嘶哑着声音吩咐长老们，1个月后聚集人手，一个个的找上门去。内院的耻辱需要他们慢慢来还。众位长老的心中也十分愤怒，黑角域强者的突然袭击，如今不仅传遍了黑角域，还已经扩散到了大陆上。若是不加以回击，日后迦南学院该如何立足？苏仙想到不知生死的萧炎，轻声叹气。他知道萧炎有个二哥，曾经来了迦南学院后又去了黑角域，所以他吩咐暗中保护一下萧厉，就当是还萧炎对内院的恩情。药老将修炼状态中的萧炎唤醒，告诉他自己即将达到极限了。随着青莲地心火的浮现，药老让萧炎保重，他们师徒俩的命全在他手上了。接手了药老先前的工作，萧炎才明白与陨落心炎对抗的消耗有多庞大。他觉得自己恐怕连1周的时间都坚持不住。望着外面无穷无尽的无形火焰，萧炎心中一片苦涩，期待着会有奇迹出现。萧炎并不知道自己坚持了多久，他只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似乎隐隐出现了一些对火焰的抗性，也正是因为这丝抗性，才让他未曾发疯。拥有灵智的陨落心炎，还有着远非人类可比的耐心。他选择用慢火缓缓地炼化萧炎，在陨落心炎源源不绝的炙烤下，萧炎整个人都处于一种迷糊的状态，机械化地调动着体内的青莲地心火来抵御陨落心炎的焚烧。将萧炎从模糊状态中惊醒的是他手臂上传来的温凉感觉，这股温凉让萧炎猛地睁开双眼，望向手臂上被遗忘了的七彩吞天蟒。萧炎的精神一振，在这种孤独安静的令人发疯的地方，突然出现一个能和自己对话的东西。萧炎的心情十分激动，而此时吞天蟒那对妖艳的蛇瞳正不断变换着颜色，显然这里面的2个灵魂正在争夺着身体的控制权。最后争夺到身体控制权出来的是美杜莎女王。美杜莎一现身就被有所察觉的陨落心炎攻击，虽然美杜莎没有异火，但毕竟实力摆在那里，她随手一挥就将无形火焰抵挡住了。
在看清自己身处的环境后，美杜莎的脸色十分难看。察觉到美杜莎冰冷的目光，萧炎不着痕迹地往后坐了坐，他眼睛在美杜莎完美的赤裸娇躯上扫了扫，随后便飞快转移。美杜莎从萧炎这里得知两人的处境后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十分后悔当初没直接杀了萧炎。萧炎尴尬地笑了笑，小心翼翼地向美杜莎提出联手突破陨落心炎逃生。美杜莎冷着一张脸，让萧炎将药老叫出来。凭萧炎的实力，就算他们联手也破不开异火。萧炎苦笑着摊了摊手，说老师已经沉睡了。美杜莎心中怒火大盛，扬起手掌，恨不得一掌将萧炎拍死。到了这种地步，萧炎也不再管会不会激怒美杜莎，摊了摊手说杀了我你也出不去。美杜莎冷笑一声，说本王什么险境没遇见过，区区一火想将我留下来可没那么容易。说完，美杜莎就不断攻击包裹着他们的陨落心炎，但她的攻击不仅没有起到什么作用，反而将陨落心炎激怒。美杜莎脸颊陡然一变，手捂住心脏所在的部位，嘴里怒骂：该死，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它什么时候进入我体内的？看到美杜莎的样子，萧炎心中暗叫不妙，随后他感受到一股极其炽热的心火突然出现在体内。萧炎苦笑一声，他知道这次真的要完蛋了。就在萧炎因为体内高温即将失去意识时，美杜莎的尖叫声响起，他挣扎着睁开眼睛，看到美杜莎正抱着脑袋，一脸的痛苦之色。在他的头顶上，两个有些虚幻的人影和蛇影正在无形火焰的炙烤中不断纠缠。萧炎心中暗骂美杜莎白痴。陨落心炎对灵魂体有着巨大的伤害性，而美杜莎的灵魂并未彻底占据躯体，此刻能够直接灼烧灵魂的陨落心炎便是他真正的克星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美杜莎和吞天蟒的灵魂却在火焰的炙烤下缓慢地融合了起来。陨落心炎误打误撞间帮了美杜莎一个大忙，只要美杜莎坚持到两个灵魂彻底融合，就可以完全掌握这具身体，到时候陨落心炎对她的克制效果反倒会自动消失。美杜莎这边的情况算起来还不是太糟，但萧炎却被这股比之前每次都要强烈的心火折磨得生不如死。萧炎能感觉到再这样下去，他的身体怕是会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，他的经脉变得干枯扭曲，体内的各种器官更是严重变形。在他的意识即将消散步入黑暗的时候，萧炎身下的青莲座台突然散发出淡淡的绿色光芒，融化了起来，随后变成一大团青色的液体，将萧炎的身体完全包裹住。在被青色液体包裹的时候，萧炎手指上的纳戒也在高温下爆开，青色液体将纳戒中卷轴这一类的东西全部剔除，将所有的药材和各种各样的丹药留下，并包裹了起来，其中就包括药老为萧炎吞噬陨落心炎准备的地灵丹。所有药材和丹药在青色液体中缓缓融化，最后将青色液体也渲染成了五颜六色。五颜六色的液体顺着毛孔和伤口流进了萧炎的体内，让萧炎体内濒临灭绝的经脉、骨骼、血液再度泛起生机。萧炎体内的这一丝生机引起了陨落心炎的注意，眼看萧炎好像又要活了，陨落心炎再度爆发出恐怖的温度，但萧炎体内的生机也再度诡异的浮现。萧炎的体内被心火不断破坏，而五颜六色的液体又不断的修复，这两种东西在萧炎的体内就像进行拉锯战一样，不断重复循环。好在此刻的萧炎因为濒临死亡，已经进入了假死状态，感觉不到疼痛。时间慢慢的流逝，萧炎和美杜莎也都在慢慢的发生蜕变，谁也不知道到底过去了多久。飘荡在火焰中犹如死尸的萧炎突然睁开双眼，的萧炎看到的依旧是记忆中的赤红，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活着，并且身体不仅没有半点损坏，还比失去意识之前更加强悍和恐怖。不仅如此，萧炎的实力更是直接晋升到了斗王级别。萧炎低头摸着手指上的戒指说，看来天不绝我们师徒，但却发现手指上的那戒不见了。萧炎将周围的东西吸到身前，发现他那戒中所有的药材和丹药全都不见了，昏迷之前坐着的青莲座台也没了踪迹。萧炎觉得自己能够复活，大概是那些东西的缘故。他看向一旁浑身赤裸、紧闭双目的美杜莎，发现在一人一蛇的灵魂融合中，美杜莎占据了上风。萧炎的苏醒惊动了一旁守着他们的陨落心炎，发现萧炎还活蹦乱跳，陨落心炎发出愤怒的尖叫声，一团极其猛烈的心火再度出现在萧炎的心中。但这一次，萧炎体内的心火对他并没有造成破坏，反而让他浑身充斥着一种暖洋洋的感觉。萧炎十分茫然，难道自己已经被烧习惯了吗？
药老已经沉睡，自然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。陨落心炎见对萧炎没有造成任何伤害，再度召唤出猛烈的星火，而只要星火一蔓延，萧炎体内就会爆发出一阵奇异的荧光。星火在荧光的照射下，就像遇见克星一样，急速退缩到完全消失。萧炎望着自己体内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荧光，有点茫然。这些荧光就是那些缓慢进入萧炎体内各处角落的奇异药液。荧光在经过长时间与星火对峙，并且取得压倒性胜利后，星火对萧炎的焚烧效果大打折扣。萧炎并不知道这些是怎么回事，但他知道这是他对陨落心炎进行反攻最大的依仗。俗话说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接下来就是萧炎进行反攻的时候了。萧炎眼中泛上奇异荧光，一眼就看清了被无数透明火焰包裹的乳白色小蛇。这条小蛇就是陨落心炎真正的本源。不再惧怕星火的萧炎占据了绝对的上风，很快就抓住了乳白色的小蛇。萧炎利用青莲地心火将陨落心炎的心智侵蚀消散后，便按照焚诀的功法路线对陨落心炎进行炼化。炼化成功后，便到了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一步，融合青莲地心火与陨落心炎。若是两种火焰成功融合，萧炎不仅实力会大幅度提升，焚诀更是会成飞跃般的进化。萧炎开始进行两种异火的融合，而异火之间的抗拒性非常强，各自都想将对方吞噬。若不是萧炎身怀焚诀，怕是会引火烧身。萧炎不断地将焚诀斗气灌注进气旋中，形成一条界限，屹立在两种异火之间。随着一股股焚诀斗气的注入，萧炎体内的两种异火终于能够和平共处，不再爆发冲突。随后他迅速进入修炼状态，依靠吸收外界的能量来提供足够的斗气融合异火。到最后，萧炎也不知道到底过去了多久，两种异火终于在焚诀的作用下成功融合。这种新融合的异火是一种犹如翡翠般的碧绿火焰。萧炎望着那团碧绿色的火焰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眼圈泛红，眼角都变得湿润。等好不容易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平静后，萧炎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碧绿色火焰，将它灌注进气旋中。碧绿色火焰完全灌入纳林中，萧炎心中满是喜悦。准备退出这种修炼状态时，脸色猛地一变，他感觉自己的心脏犹如被一只无形大手紧紧捏住一般，随后便察觉到一股异样的邪火瞬间传遍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这种异样的邪火对萧炎的身体没什么特殊的伤害，但却让他浑身发烫，就像服用了某种极其强烈的春药一般。萧炎调动体内的斗气，想要压制住这股邪火，毕竟他的心中只有薰儿，而现在薰儿并不在这里。但越是压制，邪火反弹的越是强横。几个回合下来，萧炎的眼睛已经被赤红占据，最终他的理智还是被欲望压制，望向了不远处赤裸的美杜莎身上。萧炎一步一步走向紧闭双眼的美杜莎，若是清醒的状态，再给他一个胆子也不敢对美杜莎做什么。但现在的萧炎脑子里充斥着欲火，已经忘了美杜莎不好惹。刚刚融合完灵魂的美杜莎隐隐感觉到了什么，灵魂迅速进入身体，充满杀意地望着萧炎，问他是不是找死。但萧炎已经彻底失去理智，压根不管他说什么。望着越来越近的萧炎，美杜莎用能量凝成一套红色裙袍后，一道七彩匹链从她的指尖爆射，砸在了萧炎的胸膛上。但此时的美杜莎因为刚刚融合完灵魂，发挥出的实力不足以往一半，这一击仅仅只是让萧炎的身形停滞了一下下。欲火上脑的萧炎盯着美杜莎令人疯狂的躯体，手掌一挥，一圈碧绿色火焰将美杜莎双手牢牢捆住。萧炎面色潮红，俯视着美杜莎。即使是在这种时刻，骄傲的美杜莎也没有丝毫慌张，而是怒斥萧炎，如果敢对自己做那种事，等他恢复实力，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萧炎丝毫不理会美杜莎的威胁，身躯一跃，将美杜莎压在身下。此处少儿不宜省略1万字。鼓掌声结束后，恢复实力的美杜莎便在岩浆世界疯狂追杀萧炎，但萧炎已经晋升斗王，再加上他收服了陨落心炎，身处岩浆世界，就算是美杜莎恢复到了巅峰，在萧炎的面前也讨不到好。更何况因为融合了吞天蟒灵魂的缘故，美杜莎对萧炎难以下真正的杀手。见美杜莎终于安静，萧炎心里一阵苦笑，没想到自己竟然稀里糊涂的对美杜莎做了那种事。萧炎让美杜莎不要再继续内战，而是一起联手突破封印。美杜莎答应了萧炎，心里却想着一旦出去，一定要萧炎为侵犯他付出代价。他们出去之后，萧炎会怎么解决美杜莎的怒火呢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